Hello， 大家好，我是崔眠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帕克2025下半年最新预言。在最近呢，英国的预言家帕克呢进行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现场世界预言。他说他仿佛看到了全球命运的转折。他说，比如有伊隆马斯克与川普的世纪对决，然后再到俄乌冲突的命运转折，再到即将掀翻全球政坛的这个爱泼斯坦文件。从金砖国家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呢，到地球频发的地震与洪水，这一切究竟是通灵的启示，还是历史的征兆呢？当世界大战的剧本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的时候，而世人呢已经眼花缭乱了，难以分辨真假。所以帕克这位自称能够窥见未来的预言家呢，就及时给出了6个震撼预言。他就说，2025年的世界呢正站在风暴的边缘，新型的战争呢暗流涌动，金砖国家挑战美元的霸权。而地震洪水呢会频发，仿佛地球呢正在为人类的冲突而颤抖。第一个预言呢，他说是地球震动、火山、地震与磁极反转的警告。帕克通过通灵呢，似乎看到了地球的脉动，他就预测呢，2025年呢将是地球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一年，包括火山、地震。更令人不安的是呢，他提到了埃德加·凯西的预言，暗示呢埃及金字塔下隐藏的这个图书馆的开启，可能呢也预示着地球磁极呢正在反转。这个埃及金字塔下的那个图书馆呢，之前宇哥做过一期节目也讲过嘛，地球磁极反转呢我们也讲过。而帕克感觉呢，就是最终日本附近会发生一些大的地震，而整个太平洋沿岸呢都会有地震，只是无法确定时间点。帕克呢他自己也很担心因为他在意大利有物业，而那个维苏威火山呢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也会爆发，而他的物业呢就直接会受到影响。之前维苏威火山有一次大的喷发，就摧毁了当时拥有2万多人的庞贝古城嘛，以及著名的海滨城市赫库兰尼姆。在18世纪中期呢，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被数米厚的这个火山灰掩盖的庞贝古城。而古城挖掘之后呢，古老的建筑物和那些被火山掩埋的这个人们呢，各种姿势遗体都保存完好，可见当时火山喷发的速度之快，威力之大，瞬间就将整个城市掩盖了。所以帕克还非常担心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变动，他就感觉呢一切都像是准备好了似的，好像就要变动。他的担心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在7月15日呢，有网友就在 X 平台上分享了当天早上美国的黄石公园的灰熊全部开始离开黄石公园。还有网友就说呢，首先是灰熊，然后就是麋鹿。那在16号呢，就有网友惊呼呢，大家要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了，动物们正在迁徙出黄石公园。而历史的经验就告诉我们，大地震来临之前的前兆呢，往往就是通过动物非正常的行动来警告的。那么这些动物离开黄石公园，意味着黄石公园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因为黄石公园在它的地下是有一座巨大的火山的，如果它爆发了，黄石火山呢长60公里，宽29公里，深8公里，是非常巨大的。它总共呢喷发过3次，第一次爆发是在210万年前，第二次爆发是在130万年前，而最近一次爆发是在63.1万年前。如果黄石火山真的爆发了，将对北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你碰巧在火山中心的65公里以内呢，你将面临立刻被埋在这个火山熔岩之中的危险。帕克就认为呢，类似这样的灾难事件往往与人类的意识是相应的。当人类呢有战争爆发的时候，地球就会开始震动。地球呢就像是一个母亲，她为他们的孩子担心，为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颤抖。所以埃德加·凯西也相信这些都被写在了埃及金字塔下隐藏的那个伟大图书馆中。而凯西曾经就说过嘛，当我们打开这些门的时候，地球就会发生磁极反转。那这样的磁极反转大约每11000年发生一次。帕克说，我们就正在面临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蒂娜预言呢，他也预言说，在2025年呢，欧洲将经历大规模的热浪。那在这些热浪之后呢，欧洲将会经历大规模的洪水，淹没欧洲。所以恐怕欧洲的热浪过后呢，真的就会有大洪水来临。不过这样的灾情似乎是发生在南欧和西欧。希腊的确是热浪肆虐，白天呢，城市里无人走动，就像是《千与千寻》中的那种鬼城一样。直到下午6点呢，人们才出现在街道上。目前世界呢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悄然，而是肉眼可见的那种，身体可以感知到的那种巨变。意识形态领域呢也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正如帕克所说呢，类似于这样的灾难性的事件往往是人类意识的状态的相应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预言呢，他就说是高科技与政治的碰撞。众所周知呢，科技巨人伊隆马斯克呢与川普呢因为各种法案而针锋相对嘛，所以帕克就声称呢，他早就预言过这2个风云人物呢会闹翻，而如今呢果真应验。根据帕克的预言呢，他就是说这个大美丽法案呢在短期内会成功的，但长期呢他是看到是失败的。
他说，到了2028年呢，人们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彻底翻新的一个大美丽法案。他说，马斯克会公开表示他非常讨厌这项法案，而帕克认为呢，这是因为该法案剥夺了一些马斯克所相信和追求的核心价值，例如平衡预算和未来产业以及能源政策等等。所以他就预见了这项法案不仅会增加国家的债务，还会毁掉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而帕克呢，将马斯克与川普呢在大美丽法案上的冲突呢，视为一场高科技思维与传统政治力量的激烈碰撞。那回溯到2024年呢，川普重返白宫便推出了大美丽法案，皆指呢是在通过税收减免和企业激励呢来兑现竞选的承诺。然而该法案呢大幅削减医疗保险和食品券，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如此呢，帕克还断言马斯克绝对不会因此而后悔并参与推动这些争议。他不是一个会后悔的人，他会不断地向前看，一心扑向未来。这或许正是这位积极前瞻的一个思维呢，才引发了大美丽的一个冲突。因为一个是关于电动产业嘛，而一个是国家债务的问题。然而帕克在预言马斯克与川普闹翻的同时呢，也预言了他们最终呢还是会和好的。这是不是就有点像两个老小孩过家在打架之后呢又会和好呢？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两个人会因为共同的利益，比如说例如火星任务啊、人工智能啊、卫星网络等等呢，最终达成和解而重新结盟的。尽管这一切目前尚未发生，但帕克通过通灵预见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实现这一点。他们的关系呢会冷淡下来，然后呢最终走向和解。帕克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呢，马斯克其实是视川普为父亲形象，因为在他的童年呢是经历了非常糟糕的父子关系，受到过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当马斯克感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呢背叛了自己，看到了这种关系被破坏的时候呢，就会唤起他过去童年所有的感情创伤的那种痛感。而且他和这个川普在多方面呢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都有着专注的生活态度，专注于未来，专注于当下。凡是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事情呢，都会勇往直前的，绝不回头。尽管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冒险，但是肯定会带来巨大的成功。同时他们呢也是那种如果有人挡道呢，会毫不犹豫地摧毁对方的人。所以他就说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对付那些对他们没有直接构成威胁的人，他们更关心的是清除现在可以威胁到他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合得来的原因。帕克就预测呢，这个马斯克会组建一个政党，但是呢是不会成功的。它就像一座太陡峭的山，难以攀登嘛。这点呢在7月的报道中也得到了证实，因为马斯克的确组建了一个叫美国党的，估计有77%的选民呢是不会考虑他的。不过帕克就说呢，马斯克会通过组建新党呢，在美国、英国、欧洲呢施加深远的影响。最终呢，他们两个人还是会和解的，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在必要的时刻呢会与魔鬼交易的人，即使他们有矛盾，也会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帕克用与魔鬼交易的人来比喻他们两位可谓是意味深长。那么这个魔鬼到底是谁？帕克就说，或许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之前呢，会通过 SpaceX 的项目，马斯克和川普呢会达成一种和解方案。那第三个预言呢是金砖国家脆弱的面纱与稀土的争夺。帕克通过通灵呢就预见了金砖国家的脆弱面纱。他说他预见呢，尽管金砖国家被视为是挑战美元储备货币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并不会摧毁西方的金融体系。更令人震惊的是，帕克预言呢，印度会很快退出金砖国家，这将引发全球震动，削弱金砖国家的影响力。而金砖国家呢，其目标呢是让发展中的国家呢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帕克就指出呢，2025年的所有的事情的关键呢，都将围绕着稀土金属。而稀土金属呢，帕克认为正是川普想要的事情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稀土金属作为 AI 和电动汽车的核心原料呢，将会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焦点。与此同时呢，印度呢作为金砖国家中的重要成员呢，其经济增长很快，战略分支呢日益显现，正在动摇着金砖国家的凝聚力。而事实上呢，2025年的6月呢，印度就曾经威胁要退出金砖国家。帕克的预言呢与此不谋而合。而第4个预言呢是俄乌冲突呢与和平的代价。帕克就预测呢，俄乌冲突将是一个持久性的消耗战。他说乌克兰目前处于劣势，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输了，但实际上呢，战局正在改变乌克兰的命运。自2022年爆发以来呢，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类似于第1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而乌克兰呢，靠西方的军事援助呢顽强抵抗，但是俄罗斯呢也控制了部分的东部领土，让冲突陷入了僵局。而24年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呢，承诺接手外交来结束这场冲突，但是他同时也加大了对乌克兰武器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嘛。而无人机的技术呢，在他们的冲突之中日益显得很重要，所以乌克兰的无人机创新呢，也成为了他反攻的关键。普京呢，则是通过冲突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
这是一种所有国家都惯用的策略，将内忧转化为外患吧。而帕克就预测呢，俄罗斯经济很快会大幅下滑。尽管目前人他们在设法绕过制裁，但是川普希望呢自己是和平的缔造者，但是普京呢违背了协议，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愤怒。于是川普与欧洲联手呢，转而支持了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呢实施了更加严厉的制裁。帕克就认为呢，一旦乌克兰的地位增强呢，普京的实力削弱那就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了。不过呢，乌克兰可能就无法保住所有的领土了。帕克就认为呢，一个好的协议是一个双方都不满意的折中。帕克还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推测他就说普京可能会在这个和平协议敲定以后呢，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个看似离奇，但是作为一种外交策略，也并非完全不无可能吧。尤其是在俄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缓和局势的信号。而帕克也说川普的外交姿势也很复杂，他一方面寻求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军事支持，这与帕克所描述的这个愤怒和生意人的心态完全一致。第5个预言呢，他就说是新型战争了。帕克就说呢，一位法国的女作家曾经就预言过，他说他看见了大量的人呢通过意大利呢涌入了欧洲。帕克就认为呢，欧洲现在已经被入侵。帕克警告说，移民潮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战时武器了。英国和欧洲呢被大量来自于战乱国家的移民呢所淹没，而他们的价值观难以融入欧洲，导致伦敦的城市呢陷入混乱，犯罪率呢不断上升。移民的问题呢是2025年的欧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它被视为是新型的战争，因为它对欧美的社会结构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呢，英国伦敦因移民激增呢，导致住房和犯罪率加剧，新任的伦敦市长备受争议。因此呢，帕克就呼吁美国纽约市的市长竞选呢，一定要吸取伦敦市长竞选的教训。帕克预言呢，佐兰曼达尼呢将成为纽约市的一个市长。但他的空泛承诺和极左的立场呢，可能又会导致纽约像伦敦一样被攻陷的。事实呢也确实如此，在2025年纽约市长的初期选举中呢，33岁的候选人曼达尼就击败了前州长，以43%的选票呢获胜。他的胜利不仅震惊了民主党，让华尔街的巨头们感到十分的不安。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丹洛布呢，在 X 平台上就写道，正式进入热辣社会主义夏天。而美国的前总统也称其为纽约上空的一道社会主义闪电，这正好为川普的说法呢有了有力的背书。曼达尼出生于乌干达呢，是印度裔移民后代，他的父亲呢是位学者，母亲是位导演。他7岁呢就定居了纽约了，所以在2018年才入籍。20年呢，曼达尼当选州议员。帕克还预测呢，拉利特·桑尼汉姆呢会得到伦敦市民的支持，这是一个女政治家，将在2028年呢成为伦敦市长。伊隆·马斯克呢可能会资助更激进的候选人，例如安特米德尔顿来竞选伦敦市长。实际上，在2025年的7月呢，英国和欧洲的移民问题呢持续恶化，伦敦的犯罪率和住房率呢危机更加加剧了。所以帕克就关于混乱的预测与现实呢高度吻合。所以我个人也认为呢，把移民比喻成这个新型的战争武器也是非常贴切的，就反映了社会分裂的现实。而帕克的预测呢，在移民的趋势和伦敦的动态上呢也挺准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英国人嘛。那第6个预言呢是潘多拉的盒子即将被打开，地球呢开始颤抖。帕克在2025年的预测中曾经就说过爱泼斯坦文件呢会非常具有爆炸性，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呢，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呢还无法打开。不过帕克坚信呢，这并不是因为川普有压力，而是因为川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并没有被特别的提及，至少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但是他看到了克林顿家族呢在爱泼斯坦文件中涉及到了重大的内容，而且呢有可能真的可以颠覆全球政治。所以爱泼斯坦文件呢涉及到全球权势的人物的性贩卖和权钱交易的一些丑闻。所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川普授权司法部部长寻求公布部分的爱泼斯坦文件，言下之意呢就是川普他不愿意全部公开嘛。而华盛顿邮报则指出呢，众议院的委员会们通过决议呢，可能考虑在未来公布这些文件，也就是说不是不公布，而是公布的时机的问题。而帕克通过通灵呢，还看到了很多政客在文件中不敢点名，怕惹上麻烦。而帕克预测呢，由于潘多拉的盒子爆炸性太大，他就感觉川普会在他的任期结束的时候来公开这些文件，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公开文件的最完美时机了。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帕克说的这些预言究竟是巧合还是真实的警示呢？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够给出我们答案了。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